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拟率团窜访台湾一事继续发酵。最早爆出该消息的英国《金融时报》又引述知情人士称，中方私下向美国政府发出前所未有的严厉警告：如果佩洛西真的窜访台湾，中国不排除做出军事响应。周一，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正严阵以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英国《金融时报》上周六的报道称，中方此次发出的警告明显更强烈，而白宫正评估虚实以及中方是否会透过边缘策略施压。报道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及其他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层都反对佩洛西访台，原因是可能加剧台海紧张局势。所谓边缘策略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率先引用，主要是指透过军事来将局势推往战争的边缘，以强迫其他国家服从我方的政治要求。在冷战时期，边缘策略被美方充分利用来迫使苏联让步。这是美国人过去所玩的一个战争边缘政策啊，他凭借着他强大的一个军事实力啊，施压啊，达到他的政治和外交的一个目的。但同时呢，又在关键的时刻呢，又做出一定的这个撤出或妥协啊，最后呢就导致啊这个危机啊不会最终的爆发。佩洛西计划8月窜台计划若成行，他将成为25年来在任内窜访台湾的美国最高级别政要。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称，白宫对此表示担忧，因8月时期敏感，包括8月1号是解放军建军纪念日等。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三引述军方说法，称佩洛西的计划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佩洛西隔日出席记者会时回应说，他猜测拜登的意思是，军方的担忧是基于安全因素，他拒绝讨论任何国会出访的行程，对窜访一事不置可否。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罗星日前撰文称，如果佩洛西最终成行，按照美国国会代表团外访正常程序，他将乘坐军机前往台湾。罗星认为，佩洛西可能拒绝推迟窜访台湾的计划，以维护美国立法部门的独立性，避免被外界指控他向中国屈服。华盛顿邮报上周六还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拜登政府越来越担心，如果佩洛西下个月赴台，可能会引发重大台海危机。白宫和多名国家安全官员也将相关风险告知佩洛西和他的团队。中国方面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中国现在有能力这么做。美国方面呢，应该说是明确的收到了这个信号啊。对于外媒称，若佩洛西真的窜访台湾，中国将不排除采取军事回应的可能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作出回应：我们正严阵以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方负责。事实上，这已经是外交部上周以来第3次就有关问题作出坚决回应。上周二，赵立坚以4个严重作出回应，敦促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上周四，汪文斌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应对和反制，我们说到做到。1997年，时任美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曾窜访台湾。不过，《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日前发文表示，金里奇与时任总统克林顿是不同党派，那次访问被更多认为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次对外溃疡。而佩洛西如果此次访台成行，将是美国作为整体对中国的公然挑战。胡锡进指出，在佩洛西访问亚洲期间，大陆宣布台湾上空为国际航空禁飞区，或者派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胡锡进还进一步建议，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在适当距离上伴飞佩洛西的专机，与其同时进入台湾岛，掠过其降落机场的上空，然后穿越台湾岛返回大陆。胡锡进认为，这样做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而一旦解放军战机飞入并穿越台湾岛，将是一个比佩洛西访台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去年1月，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原定窜访台湾，但临时取消。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台湾媒体事后曾披露，解放军透过中美两军联系机制告知美国国防部，无法容忍克拉夫特访台损及中国主权利益，强调当美国专机抵达台湾附近时，解放军战机将会跟随进入台湾空域，宣示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主权地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
刘先生您好。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窜台，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再度强硬表态，严阵以待。目前佩洛西似乎并无进一步动作，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很显然，从当前情势来看，这件事情似乎是陷入了短暂的焦灼状态。佩洛西在各方强大压力之下，尚未下定一意孤行、趟浑水的决心。我们知道，在台海问题上，中国给美国以及蔡英文当局画下的红线就是：你们不能在政治上破局，也就是不能突破一个中国原则与底线。佩洛西这次扬言要访台，就是想要通过提高美国与台湾官方交往层级的方式，实现政治上的破局。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设定的底线就是：中国大陆不能武统，台湾问题只能和平解决，也就是防止台海局势在军事上的破局。因此连日来中方给美方发出警告，实际上是在明示美国，假如美国要在政治上破局，那中方就将会在军事上破局，或者说在台海局势上，美国政治上的破局必将引发军事上的破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担心台海局势出现军事上的破局，所以至今美方不敢轻举妄动，在政治上破局，或者说正是因为中方在军事上破局的可能性，限制了美方在政治上的破局。于是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又再一次陷入了僵局状态，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那么在是否窜访台湾这件事情上，佩洛西似乎跟拜登政府出现了明显不同调的现象。那么对此您有如何观察呢？其实佩洛西接二连三抛出即将访台的消息，原本是为了挑衅和刺激中国大陆，或者说想通过挑拨两岸关系与中美关系的方式，来为即将到来的民主党的国会中期选举造势。然而令佩洛西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件事情中首当其冲的并不是两岸关系与中美关系，而是美国内部的行政与立法关系，或者说是拜登与佩洛西的关系。而且更令佩洛西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几乎是变成了众矢之的，成为了白宫以及美国军方围攻的对象。拜登总统碍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规矩，虽然并没有直接要求佩洛西不得访台，但是却抬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来压佩洛西。他说，未来10天内中美两国元首就有可能会通电话，并且说这有可能会是中美关系中美好的一天。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佩洛西是否访台这件事情必须要服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否则中美关系出现了恶化，那责任就得由你来承担。除了拜登本人之外，美国军方也顾不得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规矩，直接出马上阵了。据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亲自出面向佩洛西挑明了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并威胁他说，解放军有可能会采用军机伴飞、试射导弹、设立禁飞区等方式来阻止佩洛西访问台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面临民主党中期选举压力，以及为了保住自己众议院议长位置的佩洛西准备在访台上孤注一掷、放手一搏之外，拜登本人及其团队的其他成员还是相对克制与理性的。这也是我们通过这个事情观察到的一个相对积极的现象。那佩洛西是否窜访台湾这件事情，又会对接下来的台海局势以及中美关系带来什么冲击和影响呢？我认为，对于佩洛西是否访问台湾这件事情，当前的拜登政府，尤其是拜登本人，正面临着一个头两个大、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假如劝阻和约束不了佩洛西的一意孤行，中美势必会在台海局势上剑拔弩张，甚至是擦枪走火，引发一场谁也不希望看到的无法控制的冲突。如此一来，拜登政府精心谋划的中短期中美关系大局就都将要毁于一旦了。要知道，拜登政府的短期目标是通过对中国抛出降低部分关税这个诱饵，
以及启动中美高层接触，从中长期来说，这是要将中美关系管控在合作、竞争、对抗，而又不会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范围内。而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件事情一旦发生，那台海局势以及中美关系就有可能要失控了。另外，对于佩洛西本人来说，这件事情也会陷入到尴尬状态。本来他是想利用访台这件事情来刺激民主党的中期选举选情，以及保住自己的众议院议长的位置。但是假如这件事情最终成不了，那不仅刺激不了选情，保不了位置，反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